到的是在美国时间8月18号的时候，这个峰会进行了美日韩第一次的领袖峰会，在大卫营进行，而且呢，会后一起出来看记者，拜登就讲了很精彩，精彩什么？就是我们越强大，大家就会越安全。同时呢，他们还特别强调，你们都讲说我们是针对中国，哪有啊？我们不是针对中国，而且我还希望跟中方多一点互动嘞！我现在不是在推高官互访吗？今年秋天希望跟习近平见面，延续我们的巴厘岛对话。哇，话都真的讲得很棒，白宫也赶紧出来讲的一切都不是针对中国，没有要建小北约，那些都是你们自己想的。不具名高官呢，则直接的告诉大家，重点是我们自己的交往跟别人没关系。可是大陆外交官就直接讲啦，这个汪文斌直接说，那到底是谁在制造矛盾？是谁在制造紧张？他们认为社会自有公平。其实这一次他们这个美日韩联合峰会，这里头呢就也包括了所谓的联合演习。那他们都讲不针对特定国家，但是大家都讲啦，说不针对特定国家，那你演习总是要一个假想敌，要一个目标吧？那会是谁呢？这讲起来不是很逻辑矛盾吗？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站在一起？其实呢，很多人在看的是日本跟韩国。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嘛，历史上面有很多的恩怨，甚至目前他们双方的国情也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完全的支持对方，所以领导人是有压力的。也因此了，这一次路透社就讲啦，说日本呢有可能是在这个峰会之后才开始排放福岛核废水，原因是什么？因为韩国就在他的旁边，真的是他的邻居，你一排放了核废水之后，就会影响到韩国这边的渔民，尹锡悦就有压力呀。所以呢，峰会之后再来做嘛，之后的压力赶快让它过去。为什么？因为明年要选举了呢，大选的这个国会要改选，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太晚放，会影响到他的选举，产生负面影响啊。如果太早放呢，又影响到这个峰会时间点，还得要掐的刚刚好。当然，韩国政府呢一再的有说，我们从来没有跟日方提过这样的要求。但是媒体的观察就发现，这里头真的是有一些的眉眉角角，也包括了什么？包括了 TPP。好，原因是因为如果现在这个印太经济架构不好意思，印太经济框架，美国现在呢在抛弃了 TPP 之后所提出来的，那美国方面呢就一直在讲说，我们也有在讨论一些细节。细节是什么？好像大家很难看到。这里头就强调了有一点呢，也许是他们跟日本不太一样立场的地方，就是到底有没有要补金。好，其实日本这边呢，他们一再的有讲说他们是不支持这样子的一个任何进补条款的，有的话他们就不会参与其中。而这一次呢，基本上在大卫营，因为即将美日韩三方要推动，如果你让他不高兴的话，好像时间点不太对，对吧？所以他们就讲了，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先按兵不动，先不要在现在推。重点是我们必须要一起先把手牵起来、拉起来，这才是重要的。毕竟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什么？要面对的是8月21号南非的金砖峰会接踵而至了。当然啦，这两个呢，你要把它完全对比，你好像是有一个是在地缘政治上，一个呢好像是比较偏在他们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或者是一些架构框架上。可是问题是，一样是一个国际大局。因为呢，在金砖峰会这一次大家都在讲是要去西方化，要去美元化。那如果是在这个时候的时候，美国当然就得要先找一些小弟们来站虾嘛，告诉大家，其实我后面是有站人的。那也包括了这一个了。这个菲律宾现在的立场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就在仁爱礁事件之后，大家就在看他们的动态，特别是东协峰会即将召开，菲律宾突然之间呢，他们任命了一个中国特使，结果找的是谁？找的是他前外长。这个前外长曾经公开的用脏话骂过中国，甚至呢，当时这个也是引起了双方外交上面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现在找骂中国的人来当中国特使，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14国的空军其实现在齐聚在菲律宾，他们要演练的是人道救援还有救灾技巧，但问题是，本来说好的
日美澳菲的南海联合海军演习。因为菲律宾现在说了，我们的飞机没有办法呢直接在你们这边起降，所以我就先取消参加了。那大家就在讲，因为这个演习，大家说了，会不会是另一种的新四方？那突然之间菲律宾又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办法参加，因为没有办法这个训练上面没办法配合，那是敢呛不敢做吗？整个的地缘竞争关系还有战略关系，现在呢会如何的影响到，包括了中非之间的问题，还有台海，甚至是日韩之间的一些发展。这些都是在整个美国的印太框架里头，大家想看到的，到底拜登玩这一盘棋能不能够真的如他所预期？回过头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这次的美日韩峰会？拜登说很精彩。美日韩主要是把美韩美日两个双边，那想要把它变成三边呐那这个显然是美国主导的啦。因为这里面缺的就是日本跟韩国嘛，那韩国在2战之后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是愿意跟日本联合的啦，所以尹锡悦就是唯一一个例外那当然美国就要逮这个机会嘛那可是呢，日本跟韩国的假想敌又不一样，对，所以就说你合作三边的合作就一定会有上限啦，所以。他为什么第一个说不是小北约？因为北约的假想敌是完全一样的，就俄罗斯嘛。那韩国的假想敌是北韩，日本的假想敌是中国。那韩国当然不想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啊。那你以后朝鲜半岛和平你怎么弄啊？所以他们大概会做的事我认为就是三边合作的非关假想敌的议题了比如说这个领导人的热线。那军情的共享，那也许会有军事技术的合作。那美国说要有定期沟通的机制嘛，比如说这个会每年都要开一次。那外长、防长、经济部长还有国安首长也都要定期开会大概初期是这样那他还有提到一个就比较敏感的叫联合演习对因为联合演习你选择的地点就会扯到假想敌是谁的问题。比如说，美韩演习是在朝鲜半岛附近，那美日演习可能会在东海或者是在日本海东岸那韩国敢参加吗？那因为还没有发生，我现在不能够推论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会比较接近是一个叫做先建立一个比较紧密的安全协商机制比如说这个，因为未来有那个密集开会的管道嘛。那他未来处理的问题不会只有军事了，还包括半导体啦、人工智能啦，然后一大堆啦，搞不好连太空的议题那都要大家要有协商机制可是不等于集体安全组织就是我们就要看议题走到哪里了。可是当然中国大陆他一定把你这个设想成对付他的一个组织嘛，所以中国大陆表达非常强烈的抗议。那接下来就是，我觉得美国的设想就是针对中俄北韩的联合，所以他想把这边联合起来。可是中俄北韩的联合，坦白说，中国跟北韩的关系也跟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不太一样，对。好，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这些问题？要请教彬哥了，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你看到这里头3个人站在一起，他一直说很精彩，大家都是同心的，可是彼此之间其实有太多自己的政治利益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好像你顾忌我，我顾忌你。真的是这样吗？有同心吗？我是觉得拜登说谎真的是不打草稿。他讲说这次峰会并非关于中国，而且还被自己的官员打脸，因为他的官员下面你们这边不是讲这次峰会定位并非孤立，而是交往，并非孤立中国。对啊，不管你是谈孤立还是交往，可是你就是在谈中国嘛？没有，是不孤立中国。所以你们三个，不然你们3个我聚在一起，如果不谈中国，我也不知道你们要谈什么。我说真的，本来就是要配合美国去围堵中国大陆，但是问题是日韩之间的过去的历史矛盾实在太多了。刚亮哥也提到，他们的战略假想敌也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要日韩之间合作真的是极度困难。那现在尹锡悦是有史以来最亲日美的这样的一个总统，
可是我觉得，就算尹锡悦能够答应美国给日本一些承诺，他国内未必会赞同啊。他们的反对党，其实大家不要忘记，尹锡悦当选只不过领先他的对手0.几而已。好像我记得好像不到1%，对啊，0.8而已。对啊，现在民调也不是太高。是他现在民调也那么低，那他如果硬推这些相关跟日本合作的计划，会不会遭受到国内非常强烈的反弹？我觉得他自己就要去考虑这个东西。那至于说日本没有办法接受印太经济框架，是因为鲸鱼，我真的觉得有点奇怪啊。实际上，吃鲸鱼这个风俗在日本已经越来越弱化。年轻一辈很少有人吃这个东西，因为那个其实它的味道非常特别，喜欢的人会觉得很好吃，不喜欢的人会觉得非常的腥，所以这个文化其实在日本是逐渐衰落。那日本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个东西，我是不知道。那你会坚持到因为这个东西不愿意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我个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不过其实日本的很多利益跟美国也未必是完全相同，所以我认为也不单纯就是因为小小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就会阻止它进入印太经济框架。我认为还有其他的东西要谈。那至于菲律宾哦，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它14国空军齐聚，然后是在做人道救援及救灾技巧？对啊，因为很简单，因为菲律宾没有办法练其他的。他的空军很弱，他海军更弱，他海军弱到几乎快要等于不存在一样。所以我觉得你说在不管是有多少的美国找他去做演练干嘛，菲律宾基本上他就陆军还可以，其他真的都不行。那在这种状况下，你说他要怎么这样在南海去帮美国去跟中国大陆对话或者是呛虾，我觉得这种期待实在是过高了。是，那就要请教专家小舰长了，来怎么样来看哈？原因是因为之前这个确实我们看到就是日美澳还有菲律宾要进行联合的海军演习哈，那个时候我们还说在南海这边嘛哈，因为这个仁爱礁事件，所以要跟中方呛虾，突然之间他又说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参加，这当中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说是没有直升机啊，这就跟拜登一样喜欢说谎啊。为什么这么说嘞？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这汉密尔顿3250吨的汉密尔顿级的巡防舰，这是由美国转移给那个菲律宾的。它后面这个大大的叫做什么？叫做什么？晒衣场吗？不是啊，当然是那个飞行甲板啊。你说只有这一个哦？不是哦。那我们现在再继续看啊，这个只要有编BRP 开头的就是菲律宾的船啊。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从韩国买来的这种仁川级的缩小版啊，它的大概是2600吨。这后面啊，它这里停的是什么啊？这是野猫直升机啊！你们不是说有吗？为什么现在又不能飞了吗？难道训练船不训练舰载机吗？你在唬烂我吗？好，那接下来啊，那还有啊，所以那个。竹筏不及备载啊，还有这一个单陆级的这个船坞运输舰，这后面大大的，总不会是晒衣场了吧？总不会是那个其他的用途了吧？这就是那个飞行甲板啊。然后这一艘船，事实上还曾经参加过那环太平洋军演啊。环太平洋军演到底在训练什么？它其实就是训练相互可共通性，也意思就是什么？我的直升机可以降到你那边，你的直升机可以降到我这边，那可以降来降去，但是一碰到中国就不能降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了嘛。也就是说，其实菲律宾只敢喊而已，但是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他其实不敢面对。那包含我们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有关于仁爱礁的问题也是如此啊。那但是仁爱礁的问题啊，虽然那个中国在5月15号的时候，他就已经那个发布了海警法相关的施行细则啊，可是现在我们只看到南海面好像很多船啊，好像那个大陆没有想解决这个事情，没有，事缓则圆。中国的战略文化跟美国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红刀子进白刀子出的很不一样，大家慢慢等着瞧。好，到底这事件之后会如何发展？毕竟菲律宾呢，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军事上面好像有缩一手，但是呢，外交上面却又任命了一个中国特使，曾经用脏话骂过中方的去任中国特使。这个外交上面的战略用法，我们也觉得蛮奇特的。后续会如何发展，我们会持续来关注。先进一下广告。
消息呢，市场上特别是华尔街这边，大家都在看，就是中国恒大现在说跟美国法院所提出的所谓破产的申请。好呢，他这当中又讲了说，其实是不涉及破产啦。外国的这个报道呢，有一些的误差。我们主要是要推进境外的资产重组。路透社的报道是说，为什么他要讲破产？是因为他们向曼哈顿破产法庭寻求第15章的保护。好，这里头这个保护是什么？就是希望呢，防止美国的资产被强制扣押，让境外资产可以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路径，然后呢，让他们可以真正来进行这些重组。因为他提出了这个申请，才发现原来他在美国这边有发行美债4533亿元。那现在大家就要问，所以他这一步的这个动作，因为现在开始在进行后续的资产重组了嘛，特别在香港这个地方，那到底是一个新的风暴的前奏，还是真的是在解决问题呢？这边我们大家打一个问号。有网友是这样解析的啦，他说呢，他认为这一波让他看到的就是，是不是真的恒大呢？他现在坐实了有向美国来输送巨额的财富，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呢一直有在发行美元美债。好，那可是与此同时，大家也发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有另一个巧合。因为就在他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前一天，大陆这里呢，官方有公布他有相关的违法资讯，就有特别讲到说有涉及公布一些这个相关的资讯，也收到了这个证监会这里的立案通告。到底发生什么事？大陆的经济呢，其实近几年来，从恒大开始到现在的这个碧桂园，大家都在问，是不是真的整个在民间有所谓的不安感？好，特别现在又看到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那是不是让人民呢开始有感受到了一些市场上面的信心问题？我们刚讲到了碧桂园现在有另一个消息出来，说摩根大通呢其实打算危机入市。一方面呢讲说，你看这个是 Wall Street Journal 的报道，说中国央行呢对于人民币的疲软感到不安，但一方面呢，忽然发现外资危机入市，要增持碧桂园1.71亿股，这里头到底做的跟这个相关讲的发布的有一些的不对，那是哪一个为真？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美国现在呢，他们就开始在讲啦，说要重振半导体业，传出啦他们的商务部建了一个36人的华尔街精英部队，这里头呢要来决定是谁可以获得政府的补贴，然后可以给他多少补贴。也有人是这样讲的，说其实现在拜登政府他们所公布的这一些禁令啊，或者是给补贴啊，这些内容基本上是在帮 CIA 冲业绩，因为你要限制美国企业去投资，那就表示说，如果你要去的话，你要给政府看资料，对吧？那如果你给政府看资料的话，那基本上这一些内容、这一些资料对 CIA 来说是很有利的。这一些资讯是不是也可以帮 CIA 更新一下他们自己在商务方面，特别是商务间谍等等这些讯息的一些更多细节？回过头要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中国恒大现在呢？他们说跟美国法院所提出的申请不涉及破产。美国破产的申请本来就有2种啊，一个叫破产保护，对，一个叫破产清算。恒大当然是要做破产保护嘛，对，而且恒大的债啊，总共有3000亿美元呐，它在美国涉及的美元债是190亿，所以事实上是小的啦，相当小啊，190亿美元。那坦白说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跟恒大事实上是一样的，就是海外美元债的部分你一定要处理，因为你如果不处理，那未来中国企业很多人就会不相信啊，他就直接给你降评啊，那就会联动影响到很多中国公司在海外的这个我们说那个金融的运作了啊，所以他这个等于就是要依法律来对他190亿的美元债来做法律上的处理啊。那这个难度的地方是那个债权人必须同意啦，要有一定比例的债权人同意啊。那些债权人就要陪你走那一段，因为就是说你可能还是有一些资产，可是因为你流动性差嘛，你现在卖不掉嘛，那就是大家愿不愿意等你啊，愿不愿意跟你陪你走这一段？比如说你利息就暂缓了，暂缓还啊，或者我们重签约啊，把你本来欠我的债事，比如说5年啊，签为10年啊，这样啊。那据我了解，目前是还没有足够的债权人，
啊。那如果没有足够的债权人，那你就被迫就要走到破产清算，是，那你海外这一块就没了啦，啊，那国内那一块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微博那个是乱写啦，说什么他要外逃啊，接受政治庇护啦，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啊，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因为他在国内的债太大了，我刚刚讲到他全部的债是3000亿美元呢，对，他绝大多数的债都在中国大陆啊，那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那中国的银行都是官方的嘛，所以主要是中国政府在思考，他到底要怎么来处理这一块，那他就做切割处理嘛。比如说，你如果有一些房子已经盖好了，那或者说盖到90%了，那已经有买家确定了。比如说这种买家，一般大陆估计可能有300万人，这很大啊，很大。那中国大陆要考虑到它内部稳定的问题啊，所以他一定要协助你把这300万户的房子交出去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政府会协助啊。那至于有一些就是烂尾楼嘛，比如说你盖到10%、30%这一种啊，它实际上有一个超级大的烂尾楼在马来西亚，哦，那个是碧桂园，我说错了啊，就是基本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就中国大陆是要切分呐，那有一些可能是国内的纯金融债，是，那搞不好就有人要亏钱的了，哦，那如果是那个烂尾楼，那可能会用另外的方式来计价了。那可是对于你那个已经盖完了或接近盖完的，我认为中国大陆会稳住买户的权益了。这跟碧桂园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这两个是碧桂园的债很少啦。碧桂园的它现在主要是流动性出问题，是，可是它的现金的缺乏也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事实上，现在爆出来的碧桂园的2支美元债总价只有2250万美元啊。那跟他怎么比啊？他190亿耶，那2250万，碧桂园还没违约，他是9月7号到期。我认为碧桂园应该会过关啦。那他2023到2024，碧桂园的海外债大概还有另外5笔，那金额也不大。我认为碧桂园应该会过关啦，没有问题啦。所以你看到有人趁低进来买了嘛，不是吗？摩根大通。好，到底这个之后整个房产的市场，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在最近，特别是很多的外媒，你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大家就开始在问了，说真的会对他们内部的民心会产生一些影响吗？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其实在半导体这个部分，基本上是对着中国干的，对吧？来，请教彬哥你怎么看？他这个所谓的华尔街精英部队，这个很久以前就传了，我记得去年就已经传出来，是说他要组这个东西。那这个当然他们手上就握了，等于说政府要补助了这生杀大权嘛，但看到底要补助谁。可是问题是，这真的有很强烈的意义吗？因为其实你看哦，从美国拜登说要补助到现在，有谁真的拿到补助？好像还没有，都没有啊。然后他补助的条件越来越严苛，现在要你把一堆资料给他，而且你还要回馈给他，是，所以这些东西越来越，而且这些都不是跟当初讲的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起来现在越来越不像是什么精英的补贴部队，我觉得像是一个洋当，就是引你来上当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你看韩国现在上车也想跳车啊，可是跳不下去啊，台积电现在也掉在那个地方啊，请问一下怎么办？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美国的挖了一个超大型陷阱，然后把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挖过去，然后现在大家全部在那边，那个想走不能，然后想要找你的补贴不到。我看台积电现在越来越倾向好像想要放弃补贴了，可是我看就算放弃，老美也不会让你走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也就是不过台积电第2期可以不做。对啊，我觉得台积电现在，因为台积电现在连我要从台湾找工人去，你都不让我去啊。是，对啊，那请问一下我到底要怎么做下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那我认为美国这种应用法令，然后应用砸钱的方式，想要说这样重新可以让美国重新建立起先进半导体产业，我认为他们是揠苗助长，我觉得到最后很可能会面临失败。因为美国本来的环境就其实很不适合半导体产业的生存，再加上他们的整个企业文化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美国这样子恐怕是到最后是弄得一场空，还不如积极去培养日本，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因为日本跟台积电相对比较接，熊本厂其实进度还蛮顺利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人自己要去考量。那至于说碧桂园这个东西，就是刚亮哥讲得很清楚啦，
因为碧桂园的情况远没有恒大这么严重。是。那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碧桂园政府一定会救的啦，100%一定会救啦。摩根大通会看到这一点，他这叫逢低买进，他是赚死的。对，因为他现在才0.8港元呢，他那个超级便宜耶。摩根大通根本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赶快买进去。我觉得摩根大通会大赚一笔。好，来请教一下小警长怎么样来看？我们要怎么样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嘞？我们当然是要看的是 GDP 啊。那我们最近啊，也就是说，8月15号啊，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曼嘛，他在那个《纽约时报》上面他写了这篇文章：中国经济量体超过美国了吗？那如果用GDP 来比的话哦，那当然是没有了。那个中国的 GDP 是18.1兆啊，那个蓝色的是美国啊，那个橘红色的这个是那个大陆啊。那如果我们看大陆的话，对不起，大陆是18.1兆啊，那美国嘞是25.5兆啊。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一般庶民要购买能力评价的话，结果截然不同。我们看到结果，事实上来讲，大陆是赢过美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现在当然美国透过这些升息啊，以邻为壑，自己呢没有办法撑起来的经济呢，用这一个升息的方法，把其他国家的货币全部吸过来。那吸过来之后呢，那事实上来讲，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 YouTube 上面有非常多人在拍洛杉矶跟旧金山的景况，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百业萧条啊！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来讲，物价整个上涨啊，一般老百姓其实撑不住啊。那撑不住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那虽然我们坦白的说啊，那个大陆现在的经济也不是很好。那因为像有很多人啊会在那个我的 YouTube 下面写什么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不是很好。但是事实上来讲啊，经济这个东西不可能永远都是处在巅峰，总是有下跌的时候。那下跌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就是这个状况。那但是以整体的状况来讲，其实这个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之前会先讲到的。他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那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事实上来讲是这个大国的军事的较量。可是军事如何撑起来的？其实军事就是要经济好才撑得起来。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开始做 IDF？ 什么时候我们做成功击剑？什么时候购买康定击剑？都是台湾前烟角木的那个年代。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那个战机，所使用的军舰，事实上以美军的标准，都应该已经到了汰除的时间。那为什么没汰除啊？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撑不起来。那撑不起来，也就是那个刚刚讲到的啊，其实那个我们的经济其实并没有太好啊。所以刚刚各位来宾都提到一件事情，昨天开始在美日韩3位很难得，这里说是被形容是史上第一次，在美国的大卫营，拜登邀请2位日韩的领袖一起到大卫营去见面，开的这场峰会呢，他强调这个是3国越强大，世界就越安全。他特别感谢岸田文雄跟尹锡悦2个人怀抱的政治勇气。他说，3个国家越强大，世界就越安全。白宫强调，本峰会不是要孤立中国，成为印太地区一股良善的力量。他强调这个不是像北约一样，因为他没有所谓第5条款。那第5条款强调就是在联合在军事上面合作，你被打我也要被打，这种防御协定，他强调是没有的。但是有其他更多的紧密的讯息，还有经济上的合作。但是这样吗？黄文斌给的回应是亚
亚太不能成为地缘争夺的决斗场哦。中方认为这种是拼凑各种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把阵营对抗跟军事集团带入亚太的企图不得人心。他们当然质疑这是一个小北约。北约之所以俄乌战争会引起战事，最重要的就是在军事上的联防跟合作。所以当美日韩的关系成为一个里程碑，建立的热线回应区域危机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的外媒就形容啦，拜登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三国领导人重申致力于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跟稳定哦，把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放在他们3个人谈话的相关的结论当中，而且因应对经济的胁迫，联合声明甚至直指了北京在南海支持非法海洋权利的声索危险，还有咄咄逼人的行为，当然也是冲着中国而来。当然，中国官媒就批评了，你美国忙着搞这些区域联合小圈圈，可是夏威夷贸易岛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人，现在呢有没有好好的救灾呢？他批评《环球时报》批评哦，有一篇美军舰宁到南海去挑衅，却不在夏威夷救火的社评，说批评美国救灾不力，对公共安全事件反应迟钝哦。但无论内政如何，对于拜登自己选情有所冲击，但国际上现在对影响台海来关系影响，其实真的南海、东海都军演频频啊。其中援助菲律宾对付中国舰艇这件事情，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日韩8月23，美日澳跟澳洲、美日澳3国将在8月23号南海举行联合演习，其中日本派出出云号，澳洲是坎培拉号，美国预计会派出美利坚号一起共同军演。那其中日媒放的风声呢，美日澳在军演这件事情，菲律宾就有说菲律宾却不参加吗？菲律宾取消了参演计划，本来要参加的，但4国指挥官可能会齐聚马尼拉，释放强烈的信息，所以菲律宾退了吗？这件事情当然后续还值得观察。但为了要跟中国较劲，拜登下个月还要到越南去访问，签订的是战略伙伴关系。Political 的报道，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候，拜登下个月特别到越南去，目的在哪里？就是要敲定更进一步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这个报道不管华府或越南驻美大使都没有正式的评论，所以接下来是不是会防越南签订的战略协议程度到哪里也还有待观察。但是真的海上东海啊这边很忙啊，刚刚所谓的俄国的海上巡逻机也来了，中俄的舰船、中国的海警全部挤过来了。这个所谓日本防卫省的通报告诉大家，2架俄罗斯的1238反潜机在日本海、东海之间飞行。日本呢，因为很紧张，立刻就有派战机升空应对哦。中俄2国有11艘的海军舰艇，8月17号就经过了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北上。日本认为示威意图很明显，俄罗斯表示中俄舰艇在东海演练，燃料补给而已啊。中国外交部说，我们这些所谓的路线都符合国际法。这个路线是怎么样的？从这个红色的曲线过来航行，再绕了一圈回来，等于就是告诉大家，在北太平洋绕了一圈呐。中俄的第3次海上巡演这么热闹，大家都来了。这个路线就是在日本旁边。难怪引起了日本强烈的紧张啊！而其中最近有几个消息受到关注，是因为有个服役还不到5年的，还砸了110亿所谓原本要服役25年的美国，其中几件事情，其中一个是美滨海战舰，这个美国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苏成号被说是因为复合齿轮组出了大问题，决定淘汰。那本来是可以要服25年的怎么提前20年就退役了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军事设备很贵啊，没有办法维修一下吗？直接要退役吗？美国海军司令部部长就说了。虽然机械问题是个因素，但是更重要因素在于什么？缺乏足够的战力来对抗势均力敌的中国对手所以现在在美方的海军司令部嘴巴里头，已经把中国称为势均力敌的对手了哟。那么美国战略司令甚至科顿说了美方日以继夜监视中国核武发展，发现陆海空核三角能力是货真价实的，所以呢，规模呢并没有放缓，预计本世纪末将会拥有超过1000枚的核弹头，是目前410枚的
2.5倍以上，也就是说，在军演的监控，还有在军事设备的这个对应，甚至对于核弹头这件事情，美方对中国都不断的这个释放出不放心的讯息。委员怎么看？先从美日韩3国一起在大卫营峰会登场。对。美日韩3国在大卫营基本上是宣传战多于实质上的一个作用，因为就拜登来讲，他在今年5月份的 G7 广岛会议的就有跟他邀请他们2个人到美国谈事情，其实主要的是要拉拢日韩之间的关系，垫高这2个人在他们国内的政治的分量跟声浪。可是对岸田文雄也许会有一点帮助，我对尹锡悦有多大的帮助，我是保持保守的态度哈，因为在韩国政坛上经常一下子左一下子右，这一任总统左，那一任总统右，他们的总统又不能连任，所以今天讲好这些都细微末节，谈不上什么大事情，只是共同出声啊。这个责怪中国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海的问题而已嘛。那这个是符合美国的宣传战，就是美国会不断的在很多地方拉个小群组，比如说拉日韩啊，这边拉菲律宾啊，拉越南、拉印度，那在欧洲拉哪些国家，不断的出声来讲反对他们在台湾海峡的动作。那另外一方面退回来讲说，哎呦，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啊。他也承认台湾是个问题，他也觉得和平解决是一个必要的途径。可是他们这些人并没有真的去从事任何让两岸和平解决的方案，反而相互拱火。这个基本上嘴巴讲一套，事实上做一套哈。美日澳的演习哈，这个在南海基本上就是南海其他的域内国家哈，实在是没有解放军的军力那么强大，所以他们觉得要介入差一走。我觉得日本的出云号是大概是19000吨。然后澳洲的坎培拉号在27000吨，美国的梅利坚号大概45000吨，这3条船演习在那边能干嘛？都在中共的导弹攻击范围里面，实在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有壮胆的作用。假如菲律宾你往前冲，可是菲律宾现在也知道说他必须往后退了嘛，哈。那至于越南呢？越南也是一样的，是所谓的战略伙伴，他跟谁都战略伙伴啊。那这个他们目前希望从美国拿到好处，也希望拿中国拿到好处，但是美国认为这样绑住他会比较轻松。也就是说，美国一国要跟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对垒的话，输的成本很高，所以他们最后就找很多人当啦啦队，在附近呢敲锣打鼓放烟火，看能不能把解放军吓退，跟古代的战术非常的像啊。中俄的海上演巡啊，基本上是跑到北太平洋晃了一圈哦，刻意经过宫古岛回去了哈。日本当然会紧张，不过这个以后会成为常态，你紧张也没什么用啊。导致美国战略司令讲的是比较务实一点，他说中国的核弹头目前只有410枚，未来哈可能会达到1000枚。中国不是没有钱做核弹头1000枚太小气了，因为美俄之间哈已经在服役的，就是说可以服役的，随时可以发动的是1600枚，是他们之间的所谓条约限制的。那超过的部分呢，俄罗斯有6000枚，然后美国大概有5800枚。那以中国的 GDP 几乎是俄罗斯的好几倍，那才410枚。以前中国有一个观念说，只要打得准就好，量不要多。可是现在美国的兵推告诉你，你的数量少就是会输。那中国可能短期内把它加到2000枚也不为过了哈。但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当然不是好事。美国的海军啊，现在拼命要把这做一个新的调整，它的滨海舰我印象很深刻。多年以前刚推出的时候，敲锣打鼓啊，多厉害啊，多了不起。就现在怎么样？提早退役啊！其中我知道有一艘舰，听说要卖给台湾，那不太管用。是啊，破铜烂铁。不像破铜烂，也蛮新的，只是不管用啊。战斗能力有，战斗能力有用，但还是很新的哈。它各部分的科技可以拿来做逆向工程拆解，船没有用，它里面很多高科技。听说就是一架要台湾一艘台湾吃掉嘛，哦，原来如此，可以啊。但是美军自己要检讨一下了哈，你到处都好像火力很强大，就在离你100公里外的茂宜岛火烧4天，你竟然动也不动，这个实在有失军人的天职，有伤美军的形象。那你们的总统反正是年老昏庸哈，这个在做些什么东西意义不太大了哈，在责怪你的意义不大，你美国人自己惹出来这个事情。
虽然说100人死亡，问题是1000个人失踪啊，化为灰烬啊，对，这才是问题所在啊！不要老是说是100人，那根本是1000人以上规模的一个死难啊！连烧4天，美军一动也不动，而且那个还是印太司令部的总部，还是所谓太平洋舰队多了不起的一个地点。那我们不得问一下，那美军这样子有什么用呢？动机是什么？将军怎么看呢？又有南海演习，又东海演习，又有核武的研发。因为这大国博弈啊，又不敢真的干仗，演习就是一种秀肌肉嘛。这个不难解释。我倒是很有兴趣，就是韩国、日本2个元首跑到大卫营，对不对？这顿饭好吃吗？你是刚刚蔡委员讲的没错，抬高你们2个元首在国内的这个声望，要有什么代价？但是要付代价的。我跟你讲啊，讲个历史故事啊。国共内战的时候，第2天要发起冲锋的时候，头1天晚上一顿有一顿热食啊，粉条炖猪肉啊，因为战场上很难都吃到的嘛，对不对？你现在吃得很愉快，第2天早上就送命的。枪毙之前的最后一样吧？你现在你这2个元首，包含尹锡悦，你只要想到抬高自己的身价，你不想想这个韩国迁进去以后，将来要付多大的代价？日本也是一样啊。你看日本为什么要想把琉球的老百姓撤走？琉球老百姓早就在骂了，你美军基地搞这么多东西，将来就是中国飞弹的这个打过来，我们一起做牺牲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讲大卫营这个定得模模糊糊，这一个协定，我告诉你啊，伙伴呢，还有越南定个伙伴关系的，伙伴不是同盟条约哦，伙伴没有这个义务说帮你打仗啊，只是说我们2个是兄弟哥们，但是没有条约的哦。所以为什么要搞越南？你看个地图啊，中南半岛最长的一个国家就是越南，像一个玻璃丝袜一样掉那个地方，很长，比意大利还长。那这边搞菲律宾，这边搞越南，就是要长远的来看是堵你的海上丝路。目前来看的作用是什么？中国大陆急急忙忙要把南海行动准则要签订。菲律宾如果投向了这边，越南在那摆荡的话，这个行动准则不签下来，对中国大陆是不利的。所以美国是在这边来缴获了，撒个鸡屎在这里，你不好搞。菲律宾现在很难看呐，左右逢源，可是左右都为难了，小媳妇啊，对不对？所以美国要搞军演，他不参加啊，他不敢得罪中国大陆啊，对不对？越南也是一样啊，但是越南的条件，美国口水都流下来了。为什么？岘港是什么？是美国以前的海军、空军基地都在这里啊。是我将来回来的时候不需要大投资啊，把这个营房什么打扫设施弄一弄就可以用了。你要这投资一个军港，投资一个基地，花很大笔钱呢。这个岘港跟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克拉克基地跟他的海军的基地2个一对，就限制了中国大陆的南海舰队的活动范围啊。所以战略上他也要这样搞。这个国家博弈来讲，也不让你南海行动准则能够在一个中国领导之下完成。这个很多，所以为什么那个马德雷号那条破船在那里，美国也要表态啊？他就是缴获你这个，因为菲律宾是想说，美国来支持我，可以跟中国多要一点将来海上经济资源呢、油田开采的这些条件。每个小国家都是想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玩不好的话就玩火上身，我跟你讲，引火自焚。引火自焚。我觉得这个日韩他们到这个大卫营去开会，因为这个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啊，因为大卫营只有美国总统可以去度假啊，然后这个邀请好像度假别墅一样，特别早就强调这个美国跟这个日本、韩国有这个特殊的关系，但他们自己也自己觉得与有荣焉了啊。但是尹锡悦本身，尹锡悦在韩国的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就是每况愈下啊，这个确实是因为他这个表现的跟这个以往这个韩国的基本立场，韩国总统没有一个就是说会讲说他说的这种话，那所以说呢，这个最主要原因的话呢，就是日韩他们现在的处境不一样。我觉得你要把美日韩的这个高峰会放
放在莫斯科安全会议上来看，你就非常清楚了。莫斯科安全会议刚结束，其中的话呢，有2件事情非常特殊。第一个，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是临时接到通知就去了。啊，这个是非常紧急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连俄罗斯跟中国在内都针对台湾特别发表意见啊，他们也是，就说这几个重要国家就是中国、俄罗斯跟朝鲜，还有这个美国、韩国、日本，他们都针对台湾发表意见。那这个话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所以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呢，这个菲律宾呢，这个马德莱山舰啊，这艘破船呢，在那边待了24年当中呢，原来是讲好，原来定了个约是要自己拖走，现在不打算走了。为什么不打算走了？美国不让他走，然后他自己的话呢，也觉得说是这个菲律宾本身呢，我觉得他不参加这个海上演习有2个原因了，一个是怕出事儿，对吧？另外一个话呢，实在是拿不出像样的船跟日本、澳洲比，你知道吗？啊，真的，这个是真的，这个我因为这个对有点尴尬，因为好像这个吨数也不比啊，然后这个现在菲律宾根本就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以前杜特尔特在的时候，他就认为说这件事情是应该避免的，就是说菲律宾不要在这里头，因为什么呢？他自己强调过一遍，他就是曾经骂过那个奥巴马，意思也就是说，你隔这么远，你在那叫我们做这个事儿，你不是拿我们当前线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原来的做法是比较正确。不过我要强调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重点就是说，所有的国家，大家不要忘了，所有的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的话呢，大家不管大国小国，他们玩的游戏都是一样的，主权一点都不能够割裂，主权一点都不能够退让。然后的话呢，对于自己的国土，对自己的老百姓没办法交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的话呢，骑虎难下。比较特别的是越南因为越南话呢，会现在享受到3种红利哦。第一个是享受到，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话呢，经济上的话呢，脱钩断链的红利，就是说这是这个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越南享受到这种。军事上的红利为什么呢？就是说是因为你刚刚也特别提到，像岘港啦，像这个原来化的越南，其实越南除了岘港还有金兰湾了，金兰湾也是原来在苏联的时候呢非常重要，就是在军事上来讲，那他根本就不用花钱，然后人家就会帮他建设。然后第3个就是地缘上的红利，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而且实际上的话呢，美国现在拜登总统这次访问越南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就是在没有经过任何准备就直接宣布了。韩国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因为最近拜登强调讲说，他愿意无条件的去跟朝鲜的金正恩见面，那这里面就说明，就韩国的情况确实是蛮特殊的。的确哦，再看看这个美中这么强烈的对抗氛围里头，各种演习啊，各种的喊话啊，到底拜习会不会只闻楼梯响这么久，见不见得了面呐？一则分析里面哦，他因为是根据拜登自己的谈话，他说我预期也希望今年秋天能够延续我在巴厘岛的对话，这是我的期待啦，就想要跟习近平能够会面，所以拜习会到底有没有办法秋季登场，现在真的是不知道。但是呢，美中的对抗，尤其是美国的动作，仍然是非常的频密。例如说，立刻有个报告指称，这叫做生物战报告。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生物防御态势审查 BPR 的报告里面，把中国列为关键的长期威胁，同时还说中国有一些进攻性的生物武器计划呢，不会感到惊讶。这个特别是美国2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执行主任他所说出来的话，一直在指控中国生产一些生物战。那么美国生物防御报告指的是什么呢？汪文斌回应啦，就生物安全威胁来说，其实众所周知，美国才是世界上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呀。所以光当是美国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之后，是不是暗中还继续发展生物战呢？那么有没有搞生物防御？其实背后还有其他的活动，那审查机制又是什么呢？这个是中方给他的回击，怀疑美国说一套做一套。但是中国跟俄罗斯呢，却盯上了美国的航天公司。怎么说？这个是美国国家反间谍安全中心特别公布 ，FBI 也公布的。他说，8月18号发布长达2页的公告，警告哦。他说，中俄呢间谍机构把目光投向了美国的私营太空公司，那不是 SpaceX 吗？希望阻止美国进一步的同时窃取新技术。
有办法阻止美国进步，这么厉害，然后还要窃取新技术来做情报战哦。看起来生物战到太空，中国、俄罗斯都有行动，这是美方的说法。但是大陆呢，因为在最近的房地产危机里头哦，美国做了什么呢？恒大哦，昨天我们的报道本来都说在美国宣布破产啊，不过他今天特别发了声明，强调他不是宣布破产，他是宣布破产保护哦，根据相关的条文申请进行美债4533亿元这种申请保护的目的，防止资产被强制扣押。向法院提出不涉及破产，是说它可以进一步保护资产来进行境外的资产债务的重组程序。那分析认为，恒大申请破产影响太大了，因为它整个负债的额度占中国的 GPT 2%，所以北京当局可能需要以1兆美元来拯救房市，甚至可能要不惜代价。另外还有个碧桂园的风暴也是非常的不断的爆雷，让大家国际关注。碧桂园已经敲定了首项还债方案，每一个账户先付44万元。所以在这种不违约风暴里头，不是已经这么惨了吗？这个即将不断有爆雷的这个风险，其中却有摩根大通很有意思。他先预测房地产在中国呢会造成中国2023年企业违约的量将近40%，很严重啊，倒闭啊，房地金融会出现恶性循环，警告同天发布之后，却大举加码资金，最新持股总数是13.94亿股，这又是为什么呢？逢低买进吗？从恒大碧桂园连环爆哦，是不是在经济上面路透社分析，对于北京目前到底为什么还不温不火呢？是希望先对于疫后的经济复苏再说吗？稳定为重。那么甚至施罗德也说，美国经济会明年陷入深度衰退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美债要反弹。那么来看看中国的对应，那也是美国操作舆论的一个方法吗？民调甚至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不认可拜登经济学。不过现在的相关的经济数字里面，美国的确也在缓步的回升而稳定当中哦。委员你怎么看？现在在这个双方氛围里头，拜登还是说希望秋季能跟习近平见面？生物武器在联合国通过的公约是全面禁止，不准有任何国家可以发展生物武器，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最普遍的一个禁令。可是各国是可以研究生物武器的防护，就是万一被攻击的时候，它怎么去保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或者军队的生命安全。那这里面呢，讲归讲，最重要就是说，那好，联合国有没有权利建立一个单位或机制，可以到世界各国去查，到底谁有偷偷摸摸在搞生物武器？如果说，哎呀，我们大家都说，哎呀，都赞成禁止生物武器，可是要检查的时候，大家都说反对检查，不是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反对检查，哪一个国家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那你不是作假吗？你不是有鬼吗？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啊，但连中国都赞成说好，你联合国派人来检查，每个国家都赞成，一个国家反对，美国。但你今天美国讲说，生物战报告啊，中国长期威胁，那很简单啊，你就同意联合国对每个国家都有检查权啊。那你美国被检查，中国被检查，那看你谁会最长嘛，对不对？那不就得了吗？你也讲说威胁，所以我是觉得美国在做这种事情明明就是有鬼了所以就是你就叶教授讲对，这此地无银三百两，你想搞什么名堂嘛？你赞成禁止，又说不欢迎检查你在干什么？这个美国航天公司会被这个各国所盯上，也没什么意外啦，因为星链在乌克兰表现很好，那星链会跨过各国的这个天空上面，那他们多多少少人家会注视，这个是一个隐蔽战线上很正常的。谈到这个大陆的房地产的危机这个房地产的危机到现在处理还算可以但是中国大陆是有结构性的因素，因为2020年通过了3条红线政策，不借钱给这些房地产公司，当时是在封控期间，其实没有影响啊。但解封了，你就发现说，哇，原来这是个矛盾的政策。你限制贷款给房地产公司，然后很多的银行就只要房地产公司有钱的就先收银根，然后利率又飙高利率又飙高，所以这个是一个要重新调整的政策
那前一段时间哦，我跟大家讲说，碧桂园哦已经跌了差不多了，他的房子、他的股票可以买啊。就这2天碧桂园爆雷，很多大陆网友把我骂惨的时候不够专业。可是有一个人听见的话 ，JP Morgan， 对 Morgan， 对啊，大举进场，所以可见专业的判断还是有用的。1.7亿股不少钱呢，一共13亿。对啊，就表示这个公司不会倒嘛，跟我看完很将近嘛哦，所以有时候不要受新闻的影响哦。逢低赶快买房地产，为什么？经验很值得。当时啊，亚洲金融风暴，台湾的房地产跌了一塌糊涂啊，没人敢买啊。我叫大家很多人进去买啊，现在那些人呢也是很感谢我啊。像内湖南港淹水的时候，大家都不买内湖南港房地产，我鼓励大家买，现在很多人感谢我啊。所以要相信专业的判断，要相信 JP Morgan。好，老师的话听听，但大家有自己的判断，不要怪老师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因为被外媒形容叫做中国打喷嚏，那世界会感冒吗？几个房地产重大的危机，包括恒大申请的这个是破产保护哦，还有碧桂园的危机。教授，这个我跟大家在这边聊一下有关于我对于大陆经济未来的看法啊，就是先强调4个字，就是短空长多了啊。为什么我这个依然保持相当的信心？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说目前为止短空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大陆习惯于认知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出口、投资跟消费这3项，然后疫情过后呢，出口的原因的话呢，大家可以了解，西方国家的话呢，对于中国整个订单取消这个事实是很明显，因为我刚从广州回来嘛，所以说是珠江三角洲的这个制造业当中这个影响算是比较深的嘛啊，然后这个投资的意愿的话呢，大家其实心里都是在怕，都觉得说是现金为王啊，大家留着，所以说这个投资区小的吃东西、走玩，这个是还不错了啊，这个必须要强调。那个投资的意愿呢，更是比较小心一点。但是有3方面的好消息哈，我必须要强调。首先，第一个就是不缺钱，因为疫情期间的时候呢，整个存款是超过120多万亿啊，没得花钱。不是对，因为大家心理上来讲的话呢，没得花钱的。然后第二个那个好消息的情况就是说，大陆目前为止的话呢，就是在。就是腾笼换鸟了，就是说是想尽办法，就原来是西方国家，现在的话呢，就是你不管讲金砖国家也好，一带一路也好，或是 G20 也好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不以西方为主的，是这个整个趋势。所以我这一次的话呢，我在广州碰到了黑人很多，中东人很多啊，那个跟以前的话呢，我这次也去了上海陆家嘴，基本上的话呢，看到那种以前我留学的那种年轻人啊，这种西欧的啊、北美的啊，就相对而言就比较少。所以说这个转换的过程呢，国际关系。那第3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呢，大陆是一个老百姓比较容易听话的地方啊，就是说我就觉得说是碧桂园中会引发 JP Morgan 在买的时候，因为敢买大陆的股票其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那这个判断的话呢，我觉得以 JP Morgan 是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公司来讲的话呢，那么他们做大陆会带动，就是吸引外资啊，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办法的。是，还大举进场有些意义。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来，拜习会到底秋天有没有谱不知道，但是生物报告美国方面倒是指控中国是长期威胁。这个东西，生物战呢的杀伤力远比氢弹、原子弹还要高。你看历史上一个黑死病，欧洲死光了1/3以上的人口，西班牙流感死了5000万人。但是生物的作战，你要有控制这个作战的能量。全世界啊，生物的研究所有 P1、P2、P3、P4。到了 P4 这个层级，就是最高层级的，才有能力研究生物战。因为生物战必须要考虑到每一种生物的传播的能量，跟它的这个基因，跟它的这个改造基因的能力。